他还是一名医学院3年级的学生。你再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一个连大小便都难以自主的傻子。你不会怀疑我们的医疗机构，包括你父亲还有我？我决定不能做背叛林教授的事儿。 仅仅在3个月之前，他还是一名医学院3年级的学生，是一个成绩优秀、充满活力、前途无量的年轻学子。苏杰，苏杰，哎呀，他撒尿了。沈班长，我抗议！袁刚律师他精心策划了一个……你再看看他现在的样子，一个连大小便都难以自主的傻子。对不起，沈班长，他的肝脏和大脑都已经坏死，他的人生因此而定格。他将在儿童般的世界里度过他最多1年的余生。1年呐，他成为不了一名医生，也成为不了一名恋人，更成为不了一名丈夫和一名父亲。而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得了一场病毒性肝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大病，更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住进了西海市人民医院下属的肝病医疗中心，就在他的枕头旁还放着课本。医生说他可能很快痊愈，能够参加期末考试。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主治医生的游说下，参加了一种叫什么 QW 的临床药物实验。之后呢，便大祸临头。医生们宣布他得了肝性脑病。这是一种由肝炎病变引起的，以代谢紊乱为基础的中枢神经性功能失调的综合病症。他饱尝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意识障碍，行为失调。他的肝脏已经失去了代谢的功能，他不能说话。所以我替他发言。他无法向法庭诉说他内心的混乱和身体的痛处，也无法向法庭诉说他遭遇不公正的命运。我替他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捍卫生命伦理的准则，捍卫他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一个科研项目参与者的正当权益和做人的尊严。汪小涵，女士叫我。汪老师，我先上车了。我想跟你谈谈这个案子，可以吗？欢迎。你来谈谈这个案子有什么感想吧？
你还跟以前一样，口才真的很好。500万，你作为律师，你的代理费不会低吧？是50万，还是100万？差不多吧。当然了，100万对你来说，也就是1年的薪水。我跟你不同，我要是有100万呢，我非得从梦里笑醒不可。就为了这个钱，你一定要颠倒黑白，一定要赖上葛安公司不可吗？我说，小姐，你是怎么说话的？啊？我告诉你，实际情况是葛安公司在颠倒黑白，他在中国的土地上犯罪。我非常了解葛安，葛安不会做这些事情。我知道病人很可怜，但是责任不在葛安，也不在医院。我会跟葛安说，给病人适当的经济帮助。不，我不要任何施舍。我需要他们认错、认罪，不再有此类的事件发生。汪小涵，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是吧？像个困兽一样，对吧？子墨，你现在已经会替主子说话了。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没有。The biology base will soon begin to open. About the candidate of base CEO, I thought Liu Guang is suitable person, but no, I think Xu Qian is a better. Tell me the reason. Because he is Lin Zhiyuan's best student and Lin Zimo's boyfriend. You have persuaded me. However, the base's CEO must be a reliable person. This goes without question. Safety first. This is the first rule that I established in Ge'an's company's rules. I will have to investigate Xu Qian thoroughly. Have you met Ling Zimo? I have met her. You must provide the best conditions for he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guarantee her safety, just like her father. She's a top-class talented person and can create a lot of money for us. Don't let her have interest in any other things. Don't worry, sir. What is happening with that lawsuit? Ge'an can win the lawsuit. It's impossible to have other result. I'm glad to hear that. Goodbye, sir.姑娘，挺过明天，你就能活；否则，你就是一个为医学而献身的烈士。祝你好运。
我吓着你了吧，林博士？你是谁啊？周冠群，你父亲的手下，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你好。啊，对不起。你好。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来找我的父亲。我想，我是迷路了吧？你是迷路了。你父亲的办公室应该向左转。林博士，你既然来了，我就带你参观参观病理实验室吧。不用了，我要走了，再见。你害怕了？为什么？这儿的东西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儿科的。哦，我明白了，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嘛。周大夫有点歧视女性呢。来吧，我带你看看这些可爱的病理标本。嗯，好啊。你小心一点，这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你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了吗？闻到了吗？没有啊，就是一般实验室的味道啊。不，不是实验室固有的气味。你再仔细闻闻。闻到了吗？我好像闻到了一股闷闷的花香啊。不愧是霍普金斯的博士啊！你的鼻子灵极了。窗子外面有一棵晚香玉，它散发着闷香。而且夹杂着肉体腐烂的气味，像凋谢的花在垃圾箱里腐烂着。今天风大，气味就淡多了。如果下雨，闷得使人头脑发晕。你看，它多美丽呀，多么精致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实验室里，闻着这闷闷的花香，我就感觉是泡在药水里的婴儿。希望有一天，周大夫不要成为标本。再见。林博士，再见。
嗨，子墨，我到处找你，你跑哪儿去了？徐院长，你的医院怎么跟个迷宫一样啊？来，这边走。汪老师，你别抽了，你都快成大烟灰了。哎，你别这，我这才抽几口，你当我是阔佬啊？行，我帮你抽完。舒服了？谢谢你救我一命。晨曦啊，你跟着我没什么前途，收入呢仅够糊口，而且这个官司嘛，都是一些难打的官司。我就想不明白，你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为什么会跟着我？我曾告诉过您啊，我从西海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曾问过我的老导师，我想留在西海发展，到哪家律师事务所对我最好？我们导师说了，去正达事务所跟汪小涵吧。汪小涵身上啊有2点很值得你去吸纳。第一点啊，是作为一个好律师身上必备的才气。第2点啊，就是大多数律师身上都很难具备的骨气。瞧，又被你的老导师给害了吧？他之所以让你跟着我，那是因为我当年是他的得意门徒，真是代代相害呀！小陈，我跟你说个实话吧。你要是要离开我，我不拦你。我是怕耽误你。当然了，我也不会怪你，真的。汪老师，您真那么绝情啊？我才刚从您那儿取到点真经，您就要赶我走了？不会吧？就算我做错了，跟错了人，那你也得让我错得深刻点吧？啊？晨曦，我觉着你呢，还真有点像我，像我身上那股子贫困潦倒的劲儿。啊？那么大劲儿啊？就你们有没有看过《黑太阳731》这部电影啊？天哪，你别提了，看了连饭都吃不下。这昨天这庭审也太可惜了。按照原告律师的意思，我们就跟当年惨绝人寰做人体实验的日本人一样。哎，你们说他张口就是500万，哪来那么大干劲儿啊？还不知道自己能得多少呢。听说他一个子儿也没拿，那叫法律援助。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林主任在哪个办公室办公啊？哎，子墨，找你父亲啊？哎，怎么这么巧？你父亲在左手边第5个门，我有点事儿，10分钟以后我过来啊。好。这就是林主任的女儿，徐院长的女朋友。这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女博士啊。就是。主任，该吃药了。好。
主任，我猜这一定是您的女儿。爸。啊，子墨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手于雅琴医生。你好，子墨。于大夫你好。爸，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还有个助手啊。我有必要向你介绍我所有的工作情况吗？哎，你老爸老了，文件资料什么的常丢三落四的。于医生是个很好的管家，替我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子墨啊，你爸爸常常夸你，你是他的骄傲。没有，请林主任和周医生到急救室。请林主任和周医生到急救室。咱们走。病人因患肝腹水，抢救无效，于2004年5月8号下午的5点15分宣布死亡。好，林主任。周医生，你跟我来。林主任平时特别和蔼可亲。但是，一涉及到病人的安危，他就会变得特别的严厉。你们怕他吗？不怕，我们都爱他，也敬他。他就像一个王国里的国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是他头上的光环，而是他人格的魅力。我告诉你，子墨，就是病人啊，也视他为神。只要他的手一触摸到病人，真的。就会有一种神奇的镇定作用，哪怕是面对死亡，他们也会变得特别安详。徐院长，啊，给你调杯咖啡。哦，这点儿。你先。这个巧克力特别好吃。于大夫，这个女孩是谁呀？是医疗中心新分来的一个硕士生，贺市长的女儿贺彬彬。我们走吧。这个姑娘已经过了危险期，她的病情我很清楚。病情突然恶化了，病人痛得很厉害，他要求我给他做安乐死。我想早晚都是走，早走一点，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一种解脱。死亡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医生，延缓生命是我们的职责。我希望我们中心的每一个病人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林主任，你认为我没有尽最大的努力抢救这个病人吗？我指的是什么，你很清楚。你先回去吧。好。等等。方小涵，这人是怎么死的？谁是他的主管医生？如果你老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的话，我没有必要回答你。是晚期肝腹水吧？你怎么知道的？这是由医疗肝病中心给法庭提供的第2代 QW 的临床实验报告，上面是这么写的：胡琴死亡原因晚期肝腹水。
邓宝华死亡原因晚期肝腹水，张明亮死亡原因晚期肝腹水，齐小吉死亡原因晚期肝腹水。我还要往下念吗？不必了。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第2代 QW 的试验已经结束了，明白吗？已经结束了。对。哦，哎，贺大夫，贺大夫，好，我想找你谈谈。谈什么？我知道你是第2代 QW 临床实验小组负责药品的记录和管理的，我想咨询一下细节。对不起，你如果想问我第2代 QW 试验有没有鬼，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想咨询细节，是我没时间奉陪。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告诉你，林子墨，你们会有报应的，知道吗？哎，往里送。不用送，我找得着路，我能走。爸，吓我一跳。爸爸出去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林先生出去了。啊，我不知道。一般这么晚了，他会去什么地方呀？他会不会去医院了？医院？你有医院的电话吗？有啊，在楼下的电话机旁边，电话本的第1页就是。我给你拿去。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去睡吧，我知道了。哎，你也早点休息啊。嗯。喂，你好，请问一下，林志约林主任在医院吗？林主任今天晚上没有过来。你是他女儿林博士吧？对呀，您是哪位啊？林博士，听不出我的声音吗？我是周冠群。你父亲没在家，也没在医院，他应该只有一个地方去。我想他多半是在生物工程基地的7号实验室，不过你最好别去打扰他。林主任喜欢在晚上工作。哦，谢谢你，我知道了，再见。
你打扰我了，没看见我在工作吗？爸，我回家睡觉了吧？丫头，你怎么来了？还说我呢，半夜3更就跑来做试验。我刚从国外回来，你就不管我啦？哎，这个是刚装修好的7号实验室吗？没想到设备还挺先进的。怎么样，不亚于 P3实验室吧？它使西海有了一流的设备啊。哎，你在做什么试验呀？是不是安全系数特别高的？让我看。哎，今天就到这儿吧。是一般的结核病毒，是兄弟医院让我帮助分析一下。真的吗？好了，老人家该回去睡觉了。好，好，好，回去睡觉，睡觉，走。周医生，苏杰是你收治的，你是他的主管医生，是你动员他参加第2代 QW 临床实验的吧？谈不上什么动员，我只是按照惯例向病人和家属说明了情况，参不参加由他们自己选择。参加了就能减免他们一部分医药费，这是你们吸引很多病人，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很差的病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吧？试药不同于卖血，试药需要一定的觉悟。苏杰本人是医学院的学生，我想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没人告诉他可能产生的后果。不管是参与某种新药的临床试验，还是使用传统的药物，医院每天都有病人残疾甚至死亡，病情是千变万化的，医生不是上帝啊。那么，在苏杰参与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你们是否真的体现了临床药物实验的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宣言以及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临床实验管理规范中的知情同意权吗？我们手上有苏杰本人亲自签名的知情同意书。对于知情同意呢，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那就是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当事人的签名就可以了。其实知情同意它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种实验的过程当中，我的当事人产生了不良反应时，你们剥夺了他的知情同意权。我不认为苏杰有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我能够区分不良反应和正常反应的界限。你撒谎！审判长，我想请苏杰的同学和父母出庭作证。苏杰在用药过程当中，的确发生过严重不良反应，厌食、腹胀、腹泻、上消化道出血，还曾经昏厥。他常喊得头晕，心又跳得特别快。他又说他肚子疼。哎呀，拉出来那些大便黑乎乎的，像柏油似的。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从嘴里吐出了好多血，我和他妈妈都吓坏了。可周医生说的这是正常反应。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为被告方的律师，我们认为苏杰父母的证词，法庭不能予以采用。我手上有一本林之渊先生撰写的肝硬化诊断手册，上面是这么写的：消化道出血和黑便是肝硬化最常见的恶化症状，它们常常引起出血性休克或诱发肝性脑病，甚至导致死亡。我请问，
一种随时能够导致死亡的反应，算不算是不良反应？根据中国药品临床实验管理规范中的第3章第14条，实验期间，受试人可以随时了解有关信息，必须给充分的时间加以考虑是否他愿意参加。第5章第26条，研究者必须将有关数据准确、完整、及时、合法地载入病理报告表。我这里有一份被告给我提供的第2代 QW 临床实验的病理报告表。就在这份病理报告表中，苏杰的病理报告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记录。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常见的并发症。目前还没有医学数据证实苏杰的肝性脑病是药物的毒副反应。对于苏杰这个病案，我由始至终地参与了会诊、治疗和抢救。我以一个有着40年医龄的老医生的名义担保，各期的检查及时准确，治疗措施也积极得当。既然对方律师认为我证人的证言不能采用，那么我有理由怀疑林之渊先生的证言，因为他是肝病医疗中心的主任，对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谁呀？Time